世界10大最悲惨国家，第1名仅用不到30年时间，就从世界第3核大国沦为男人的后花园。全世界有200多个国家或地区，每个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。美国只靠短短118年就一跃成了世界第1大国，而有的国家虽然有着超过7400年的历史，但依然是个不发达国家。本期影片，猫爷就为大家盘点一下世界10大最悲惨国家，每一个都有着让人窒息的经历。第10名，图瓦卢。在遥远的太平洋上，9个环形小珊瑚岛群组成了一个国家，陆地面积只有26平方公里，是世界上第4小的国家。这里的人们生活在物资匮乏的小岛上，总人口只有1.1万人，但生活条件的艰苦并不是他们所面临的终极难题。图瓦卢作为一个海岛，陆地的最高点也不超过海平面5米。随着全球变暖，海平面上升，图瓦卢的处境就显得十分危险。从1993年到2009年，图瓦卢的海平面总共上升了 9.12 厘米。按照这个数字推算，50年之后，海平面将会上升 37.6 厘米。那时，图瓦卢至少 60% 的国土都将沉入海中。到了本世纪末，图瓦卢将会不复存在。虽然国家一直在采取对应的政策，比如用珊瑚填海、扩大面积等，但收效甚微。领导人只能选择举国搬迁，但这个国家未来将以什么方式存在，是个大问题。第9名，津巴布韦。在非洲土地上有一个神奇的国家，人人都是亿万富翁，却几乎人人都吃不上饱饭。聪明的小兄弟已经开始抢答了。没错，这个国家就是津巴布韦。被誉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，有多穷呢？公开数据显示，2019年津巴布韦国内生产总值为 214.4 亿美元，仅占中国2019年 GDP 的1/5000。津巴布韦的本币极其廉价，80万亿金元才能兑换1元人民币，1000亿金元买一个面包，5万亿金元坐一次公交，70万亿金元买一次水果。毫不夸张地说，这种面值猫也只在天地银行见过。因此，有人戏称金元为纸币王中王，也有人直白地说，钱扔到大街上都没人捡。第8名，印度。印度是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，也是一个有着无数问题的国家。贫穷、污染、疾病、腐败、暴力、种姓制度等等，印度几乎没有一个方面能让人称道。另外，除去人祸，印度还是受天灾影响最多的国家。截止目前，印度受影响人数为 3.35 亿。由于地理位置位于地震危险区和热带辐合带，印度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更容易遭受自然灾害，包括飓风、洪水、干旱和沙尘暴等。有记录以来，破坏印度最严重的自然灾害是1839年席卷该国的强热带气旋，当时掀起的巨浪估计高达12米，约有30万人丧失生命。根据世界气象组织所发布的一份报告，单是2020年飓风、洪水等自然灾害就给印度造成了至少87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。再加上基础设施落后，几乎每年你都能从新闻上看到天灾给印度带来巨大损失。第7名，墨西哥。墨西哥两边靠海，天然海港特别多，各种矿产资源也非常丰富，再加上肥沃的土地和过亿的人口，墨西哥怎么看都完全有崛起成为发达国家的资本和禀赋，哪怕比不上美国，起码也不应该比加拿大更差吧。但事实上，墨西哥却成为了违禁品之国、贫民窟之国，甚至还是世界治安最差的国家之一。那么，为什么墨西哥会沦到如此地步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墨西哥三生不幸摊上了美国这个邻居。美国抢了墨西哥土地，控制了墨西哥的经济，用可口可乐榨光了墨西哥人最后1块钱，甚至连血都不放过。违禁品这个事就更不用猫爷多说了，懂的都懂。另外，不管墨西哥毒枭需要什么武器，美国军火公司都可以提供定制服务，送货上门。结果就是墨西哥毒贩手中的武器非常精良，甚至超过了军队。墨西哥政府被黑帮压着打，已经牺牲了15万军警，甚至还发生过新市长刚上任1小时就被黑帮干掉的荒唐事件。可以说，现在的墨西哥就是美国的后花园。第6名，伊拉克。在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，伊拉克的战火就没有停止过。尤其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，美国几乎把所有武器都拉到了伊拉克，还动员了38个国家，组成39国联军，共同围殴伊拉克。
在这场战争中，多国部队出动飞机10万多架次，扔下了数十万枚炸弹，总重量超过9万吨，还发射了数百枚巡航导弹，让伊拉克军队一败涂地。2003年，美国借口伊拉克具有化学武器，再次联合多国出兵伊拉克，一贯的狂轰滥炸带来的是基础设施的大范围破坏。2011年战争结束时，美国所宣称的化学武器也没有找到。战后，美国自己拍拍屁股走了，但是留给伊拉克人的却是一个烂摊子。如今的伊拉克仍旧没有恢复元气，国家沦为了恐怖主义的温床。第5名，委内瑞拉。委内瑞拉的危机持续已久，自2012年前总统查韦斯在任期间发生的社会、经济和政治危机后，近些年来，委内瑞拉的物价上涨了800%，全国人民跟着挨饿，75%的委内瑞拉人平均体重下降了8.7公斤，债务累累，物资短缺，通货膨胀，罪案飙升，医疗崩坏，这个国家的人民用民不聊生来形容也不过分。可就算在如此恶劣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下，生活在委内瑞拉的人民仍然没能放弃一项保持了70年之久的传统——选美。每一年，委内瑞拉小姐选美比赛都在全国直播，堪比我们的春晚。委内瑞拉的人口只有世界人口的1/1000，但是却是诞生世界小姐人数最多的国家，没有之一。得到冠军，甚至只要站上国内的领奖台，都意味着巨额的奖金和超高的曝光率。这一切已经足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。难怪有媒体评论说，委内瑞拉现在是穷的只剩美女了。这话虽然有些夸张，但也透露出委内瑞拉目前面临着的真实情况。第4名，海地。在加勒比海北部地区有一个岛国，它是拉美地区第一个独立的共和国，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黑人共和国，叫做海地。海地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，农业为主的社会和非常落后的工业水平，让这个国家保持着高达60%的失业率。我们常说穷到吃土，而真正能做到的，可能也只有海地了。在海地，有很多贫困家庭没有稳定的食物来源，只能将一种黄土作为食物。当地人会将一种黄土简单的制成油饼形状，抹上盐或黄油，晒干后卖给穷人。这种泥饼不仅没有任何营养价值，还会对身体产生副作用，土里的寄生虫、细菌等有害物质根本没有做任何处理，只能提供饱腹感。但对于买不起食物的海地人来说，这是最理想的食物来源，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了。而更惨的是，有报道称，如今在海地能制作这种油饼的土壤已经越来越少了，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，海地人就会落入连土都吃不起的状况。第3名，南苏丹。南苏丹是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最年轻主权国家。2011年7月9日，在历经2次大规模内战和多年艰苦谈判后，南苏丹从苏丹独立，并获得包括苏丹在内的国际社会普遍承认。然而，独立后仅仅2年，南苏丹就发生激烈内战。南苏丹内战既是族群矛盾激化的结果，又是石油利益分配不均的产物。作为一个南苏丹人，每天上街都有大于1半的概率会死于一颗不知名的子弹，想想就让人毛骨悚然。但比起枪杀，他们更担心的还是下一餐的着落。毕竟子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，但饥饿却是实实在在的。南苏丹的文盲率高达85%，超过90%的人口处于赤贫，日收入不到2美元，仅存的石油是这个国家唯一的希望，却也在遭受巨大的灾难。2018年，南苏丹内战结束，可是和平仍然遥遥无期。今天的南苏丹刚刚建国12年，各方混战，风雨飘摇，几乎在灭国的边缘徘徊。经济除了卖石油，每年要进口海量的粮食，还有500多亿永远还不上的外债。第2名，西撒哈拉共和国。对一个国家来说，最重要的3点是国土、人口和首都。首先，国土是国家的立足之地，连最基本的生存之地都没有，如何建立国家？其次，人口是国家发展的需要，有国土没有人口，那也只是无人区，成不了国家。再者，首都是国家的心脏，没了心脏，国家不过是个空壳。然而，西撒哈拉共和国这3点都没有。西撒哈拉共和国一直以来深受他国的压迫和剥削，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但起码还有个家。但如今，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基本被邻国侵占，只剩下荒无人烟的沙漠。受战争影响，西撒哈拉共和国人死的死，伤的伤，
逃的逃，目前只剩下15万难民。此外，西撒哈拉共和国首都早就被摩洛哥占领了，人民都生活在难民营之中，西撒哈拉政府和首都也设在了难民营之中，这点是史上绝无仅有的。第1名，乌克兰。提到乌克兰，可能大多数人的脑海中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肥沃的土地、美丽的第聂伯河，而是那些身姿婀娜、各式各样的美女。可是谁还记得乌克兰作为欧洲国土面积首屈一指的国家，早期不仅国土辽阔，还拥有大量的核资源和矿产资源，适合耕作的黑土面积更是占到了国土面积的30%，可以称得上是欧洲的大粮仓。2战期间，德国进攻苏联的时候，最先抢占的就是乌克兰。而如今再看乌克兰的局势，早已今非昔比，国家经济萎靡不振，民众们生活食不果腹。尤其是容貌秀丽的乌克兰女性，由于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，长时间得不到生活上的保障，在政府的纵容下，一步步走向了风俗业代孕的不归路。曾经的苏联心脏、欧洲粮仓，如今沦落成了欧洲子宫，成为全世界的笑柄。在短短30年时间内，乌克兰可以说是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世界10大最悲惨国家，大家还有什么补充吗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。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千万别忘了按下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精彩影片。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